大家好，又係 Patrick 同大家講金同埋銀。Ray Dalio 咧再次警告，美國已經步入滯脹嘅階段。巴菲特坦言，目前金融市場咧就好似一座附設賭場嘅教堂。佢更感嘆，從未見過人咧好似現在咁樣充滿賭性。佢並指最佳買入嘅時機咧，往往出現於市場嘅崩潰。呢個禮拜黃金白銀咧分別上漲2.22%同埋7.29%。咁後市將會係升或者跌呢？事不宜遲，現在請大家細心欣賞金融穿梭。截至5月9號，各項指數印記：道指報49,609點，標指報7,398點，納指報26,247點，黃金報4,715美元，白銀報80.47美元，鉑金報2,067美元，美匯指數報97.89。喺備受矚目嘅初次申請失業金嘅人數報告公佈後呢，價格進一步上漲。美國經濟出現韌性十足但增長放緩嘅勞動市場。經季節性嘅調整，4月非農就業人數增加115000人，低於3月異常強勁嘅185,000人，但高於先前預計嘅55000人。儘管經濟增長，但高嘅油價同埋國際衝突引發咗消費者嘅擔憂，消費者信心疲弱。而人工智慧咧，亦都持續顛覆科技嘅產業。但同人工智慧相關嘅裁員咧，喺呢個2026年咧，超過85000個技術職位。自2月底戰爭爆發以嚟咧，黃金價格咧已下跌超過10%。先前下跌咧係由於油價上漲所致嘅，油價上漲會加劇通脹嘅壓力，進而導致市場預期利率上升。利率上升咧，通常會對黃金構成壓力嘅。當利率上升時，投資者咧可能會轉向生息嘅資產。最近咧，通脹擔憂緩解，同埋停火嘅樂觀情緒重燃，支撐咗呢個禮拜黃金白銀價格分別上漲咗2.22%同埋7.29%。分析師表示，市場目前關注嘅焦點咧係美伊關係嘅下一步發展。短期價格嘅走勢可能取決於談判嘅新消息。咁如果真係停火嘅話呢，黃金白銀有望更上一層樓。對沖基金橋水創辦人 Ray Dalio 接受外媒訪問時表示，中東衝突長遠改變咗全球資金流向同埋美元嘅地位，呼籲投資者建構高度分散平衡嘅投資組合，建議配置5至15% 嘅黃金。佢並警告美國已步入滯脹嘅階段㗎啦。如果聯儲局現時減息可能會損害其抗衡通脹嘅信譽，進而加劇咗市場嘅波動。目前國際油價較戰爭爆發前累漲近50%，美股也較戰爭前高4%。Dalio 表示，2026年中期選舉之後至2008年總統選舉之前嘅時間將係尤其危機嘅時間，未來2年將極其危險。人工智能 AI、美國債券同埋地緣政治緊張局勢3大風暴匯聚成一個完美嘅風暴。Dalio 指，除非戰爭對企業現金流造成直接嘅打擊，否則唔會對股市產生持續嘅影響嘅。佢指所有資產嘅價值本質上乃未來現金流嘅現值。目前企業盈利表現仍強勁嘅，足以支撐大市做好。談及地緣政治，佢認為目前最重要嘅問題係霍爾木茲海峽嘅控制權。如果相關核心問題未能解決影響將外溢至全球資產嘅價格、能源嘅供應、貨幣嘅流動。石油危機將引發通脹，航運業更首當其衝。儘管 Spirit 航空公司先前曾2度破產，但該公司表示，由於伊朗戰爭導致石油價格高企，
使其無法繼續經營。歷史上咧發生過2次石油危機嘅，喺1973年至1974年第一次嘅石油危機咧，阿拉伯產油國削減供應導致油價飆升，西方經濟陷入滯脹，黃金價格喺此期間咧大幅上漲，幅度為140%。跟住咧就1979年至1980年第2次石油危機，伊朗革命引發石油供應短缺，黃金價格從1979年初嘅$226飆升至1980年初嘅$524，甚至創下當時嘅歷史高位。喺呢一段嘅時間咧，白銀價格咧亦都從1979年11月嘅$16左右咧飆升至1980年1月嘅$49。受中東地緣政治緊張嘅局勢影響，2026年石油危機咧導致原油價格飆升每桶$100以上啦。矛盾就係呢個反而導致黃金同白銀價格暫時下跌。高昂嘅能源成本推高咗通脹嘅壓力，導致美元走強同埋利率上升。儘管貴金屬通常被視為避險工具，但短期內冇收益嘅黃金、白銀價格咧仍會受到衝擊嘅。以精準預測經濟衰退而聞名嘅傳奇預測家 Gary 曾因預測1969年至1970年嘅經濟衰退而被美林證券解僱。如今佢又再發出警告，2026年呢將出現經濟崩潰。佢喺最近接受商業內幕採訪時 ，Gary 警告話，受凍結房地產嘅市場、企業投資指標同埋疲弱消費者基礎嘅影響，美國經濟衰退咧到年底咧幾乎不可避免嘅。股票價格咧非常昂貴，好可能喺不久將來咧會出現大幅嘅回調。Gary 話，從歷史標準嚟睇咧，下跌20或者30%咧並不算什麼。所以 Gary 咧都認同我話股災會發生嘅。佢話佢一直以嚟咧都尋求隱藏嘅缺陷，雖然目前咧佢仲未睇到任何大幅拋售嘅跡象，但呢個咧並不意味住咧佢唔會存在嘅。講到經濟解決方案時咧 ，Gary 表示可以透過財政刺激或者增強消費者信心嚟防止經濟衰退嘅，但佢認為呢兩種情況咧都不太可能發生嘅。另外，億萬富翁投資者 Leon Cooperman 告訴 Fox Business， 美國正走向經濟衰退，美國經濟咧看似強勁，股市咧亦都可能出現回調嘅。回調咧通常源於投資人嘅預期，初始估值嘅變化，或地緣政治嘅衝突、政府政策等外部嘅衝擊。強勁嘅經濟指標可能支撐整體嘅經濟前景嘅，但並不能阻止市場嘅波動。股災嘅典型預警信號咧，包括股價過高、利率上升同埋經濟不確定性加劇嘅。其他指標咧，可能包括企業獲利下滑、市場部位異常失衡，或者地緣政治局勢更加動盪。投資者通常會關注呢啲風險幾時開始喺實際經濟活動中顯現嘅，例如消費放緩或者信貸收緊，而不是僅依賴新聞上嘅報導。如果你睇到呢度，你仲未訂閱嘅話呢，請你訂閱，按下個鐘仔，呢個代表呢，你俾我支持喎。請俾我點讚同埋分享呢條片俾你嘅朋友，咁樣可以令到更多嘅人呢睇到我嘅片。多謝大家支持。外媒引述數據報導，美國30年期嘅國債孳息率喺禮拜一4號收市報 5.01%。係去年5月18號後咧，時隔1年後咧，再度升抵 5% 嘅區間。隨着孳息率突破，被稱作毀滅之門嘅 5%， 全球通脹憂慮再度被燃點。有預測認為，隨能源價格暴升，提高咗全球債券孳息率，全球央行或轉向緊縮貨幣政策。美國銀行首席投資策略師 Michael 表示，能源價格上升提高咗人們對通脹嘅預期，令長年期國債孳息率暴升。佢指出，30年期嘅國債孳息率嘅 5% 咧係馬奇諾防線，若超過該水平咧，或打開市場嘅毀滅之門。據悉，市場上咧將30年國債孳息率 5% 稱為毀滅之門咧，係因為提高咗投資嘅門檻。
股票或者房地產等高風險嘅資產，只有咧獲得比呢啲更高嘅回報，才能產生投資嘅價值嘅。此外，因為30年國債孳息率同埋房屋貸款利率有直接嘅關係，或令家庭嘅可支配收入咧急劇減少，或引發咧消費停滯。另外，巨額嘅負債嘅企業咧，則有望面臨破產嘅危機。外媒報道，美國股神巴菲特坦言，目前金融市場咧就像一座附設賭場嘅教堂。佢更感慨，從未見過啲人咧好似現在咁樣充滿賭性嘅。巴菲特上個禮拜六咧喺巴郡年度股東會期間咧，受外媒訪問時表示，在其60年投資生涯中咧，僅少數幾年出現真正具吸引力嘅投資機會。目前市場咧係缺乏合理價格嘅，佢選擇觀望。目前投資者行為咧越嚟越偏向玩遊戲或者下注，令金融市場賭博氣氛咧日益濃厚。巴菲特指，目前市場賭博風氣規模前所未有。訪問期間咧，巴菲特重申其經典嘅投資原則：當別人貪婪時咧，你要恐懼；當別人恐懼時咧，你要貪婪。並指最佳買入嘅時機咧，往往出現於市場嘅崩潰。中國外匯儲備回升。國家外匯管理局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26年4月尾，中國嘅外匯儲備為34,105億美元，較3月尾上升684億美元，升幅為2.05%。數據又顯示，人民銀行連續第18個月增持黃金。4月尾中國黃金儲備為7464萬安士，按月增加26萬安士。世界黃金協會最新報告顯示，全球實物黃金 ETF 喺經歷3個月份顯著流出後4月份實現強勁嘅反彈，全年錄得66億美元嘅淨流入，而且所有地區均正增長。受呢個推動全球黃金 ETF 總資產管理規模按月增加1% 至6150億美元，集體持股量亦都反彈至4137噸，接近歷史嘅高峰。由區域分佈嚟睇歐洲地區以37億美元淨流入領先全球，並成功將該地區年內總流向轉正。北美地區扭轉上月嘅跌勢，流入約10億嘅美元，主要集中喺4月上半個月。亞洲市場則保持穩健嘅增加。雖然4月全球黃金市場日均交易量因季節因素有所回落，但 ETF 市場復甦表明喺金價震盪調整同埋國際局勢不確定嘅背景下全球投資者正積極透過實物支持嘅金融工具重新配置黃金嘅資產。根據富道投資管理黃金監測報告指出，若未來1至3個月每桶100美元成為油價嘅新常態金價或難以喺5000美元附近維持上升嘅趨勢嘅。反之，若美伊達成停火協議並重新開放霍爾木茲海峽油價可反覆回落至每桶80美元，到時金價或將迅速突破5000美元並最終重新挑戰5500美元嘅關口。我相信喺股災發生後黃金目標價係9919美元。白銀價格昨日觸及每安士80.32美元，單日漲幅係近4%。過去1年累計漲幅高達150%。當大多數人都在關注伊朗和平協議嘅談判同埋昨日油價12% 暴跌時白銀卻靜悄悄地展現出主流媒體完全忽略一面。其機制如下：當油價因和平協議嘅樂觀情緒而大幅下跌時兩件事同時發生嘅，通脹預期降溫，亦都提高咗降息嘅可能性，從而壓縮咗實際嘅收益水平，較低實際嘅收益率降低咗持有冇收益嘅機會成本。同時承載住工業需求同埋貨幣需求嘅白銀則受益匪淺。金銀比價格喺48小時內從62降至59，呢個意味住白銀大幅超越黃金。
呢種情況咧，自4月以嚟咧，從未出現過嘅。但同時，你嘅投資組合咧，亦都需要承受呢種緊張嘅情緒。聯儲局完全陷入癱瘓。芝加哥聯邦儲備銀行主席古爾斯比今日證實咗呢一點啦。自伊朗戰爭爆發以嚟咧，通脹不僅沒有持續降溫，反而加速上升。4月 ADP 就業報告顯示，新嘅就業人數咧為109000人，遠高於3月份嘅62000人，顯示勞動力市場未被崩盤。呢個意味住聯儲局咧既不能降息，也不能喺潛在和平協議可能帶來經濟增長衝擊下咧加息嘅，佢只能咧靜觀其變。喺呢種環境下咧，即使戰爭結束，版嘅貨幣需求亦都唔會消失嘅，因為結構性通脹問題比地緣政治事件持續存在。呢個唔係短期嘅交易，呢個係長達6年版短缺嘅問題，同埋凍結央行嘅政策即時碰撞嘅結果。我係等白銀升至209美元嘅。前邊我講Ray Dalio接受岸媒訪問時表示，呼籲投資者構建高度分散同埋平衡投資嘅組合，建議配置5至15% 黃金。佢並警告美國已步入滯脹嘅階段，目前美國無疑處於滯脹時期。美國股神巴菲特坦言，目前金融市場咧就像一座附設賭場嘅教堂。佢更感嘆，目前市場賭博風氣嘅規模咧前所未見。訪問期間，巴菲特重申其經典投資原則：當別人貪婪時咧，又要恐懼；當別人恐懼時咧，你就要貪婪。並指最佳買入時機咧，往往出現於市場嘅崩潰。我用基本因素分析，我對經濟前景並不樂觀。如果油價保持喺100美元左右咧，將會引致嚴重嘅熊市或者滯脹嘅。到時黃金被視為抵禦經濟動盪同埋美元疲弱嘅避險資產，其價值咧將會大幅上漲嘅。我估計喺2026年美元繼續貶值，油價危機引致通脹，失業率處於高位，目前咧正處於滯脹。滯脹會引致股災，股災會引致經濟衰退，經濟衰退又會引致滯脹。以上危機疊加情況下咧，我相信經濟衰退、股災、滯脹最有可能喺2026年上半年某個時間發生嘅。圖中呢一期咧，我推算喺整個股災週期，黃金版最低同埋最高價。如果你未睇過咧，一定要去睇下。喺股災初期，我預計黃金版將跟隨股市先下跌嘅，然後黃金版就從低位反彈並進入大牛市。喺股災初期咧，黃金會跌至3830美元，版會跌至42美元。然後咧就進入大牛市，黃金會升至9919美元，版會升至209美元。如果你持有股票咧，就要注意整個股災週期，道指會跌至23721點。不過最後都係我嗰句，變幻才是永恆。咁大家就要拭目以待。歡迎大家加入我嘅 Patreon 成為會員，我只會喺 Patreon 解答會員嘅投資問題。喺每一個視頻咧都設置有聲音版同埋冇廣告版。如果你睇到呢度你仲未訂閱嘅話咧，請你訂閱，因為你嘅訂閱咧係俾我做片好大嘅動力嚟嘅。請按下鐘仔給我點讚，歡迎大家留言，每一個留言咧我都會好仔細咁睇嘅。請睇廣告並將呢集咧分享俾你嘅朋友。多謝大家支持，下次再見，拜拜。